歐洲、美國將貿易順逆差同埋反傾銷掛喺嘴唇邊，迫使人民幣升值。2009年，歐洲更加因為一粒螺絲同中國大打官司。而2012年嘅反日潮，預期令日本嘅貿易逆差擴大，日股應聲下跌。究竟咩係貿易順逆差呢？真係能夠顛覆某個國家經濟？貿易順差其實係指某段時間內，通常係以年度計，我國嘅出口比入口大。貿易順差有好處，亦都有壞處，但一般嚟講係以好處較多，因為畢竟真係賺咗真金白銀啊嘛。而貿易順差亦係一般發展中國家必經嘅階段嚟嘅。咁貿易順差有咩好處嘅呢？歷史有冇例子呢？第一，貿易順差能夠推動本土經濟。貿易順差嘅結果就係帶來真金白銀嘅流入，而除非每個單位所賺嘅每一分錢都坐喺枕頭底下面啦，否則每一分錢從出口賺到嘅錢都會流入國家同埋人民嘅手中。多少都會對國家某一部分有所參與，能夠推動經濟，尤其係內銷。加上因為乘數效應嘅關係，銀行體系可倍數加大資本，更加能夠倍數推動經濟。第二，貿易順差增加外匯儲備，有利定位國際形象。貿易係同另一個國家之間嘅交易來往，所以貿易順差可以令到國家增加外匯儲備。當然，增加外匯儲備好處係透過手持多種嘅貨幣，略為分散風險。除此之外，其實亦都有利於定位國際形象同埋信譽嘅。而良好嘅國際形象，當然啦，能夠吸引更加多嘅外資流入本土啦。例如，自2000年開始，中國靠住出口布料、家電、玩具等到全球，同各國年年都錄得貿易順差嘅，令中國嘅外匯儲備不斷增加。財富保障，中國因而成為國際上最大嘅債權國，喺國際上嘅協議能力隨之加大。而2015年以中國為首嘅亞投行、一帶一路等都係當中嘅成果。第三，貿易順差令到國家貨幣穩定。自從美金同埋黃金脫歐之後，絕大部分嘅貨幣都喺外匯市場係自由浮動嘅，價格亦都係由市場決定嘅。而貿易順差令到國家有足夠嘅外匯同埋儲備，適當嘅時候用嚟干預外匯市場，令到國家貨幣更加穩定。貿易順差亦都有壞處嘅。第一，國家貨幣升值過急，太大嘅貿易順差會大大增加外匯儲備，貨幣必然有升值嘅壓力或者升值嘅預期。喺呢個預期底下，又會再吸引外資流入，進一步令貨幣升值。國家貨幣喺受控之下升值，原先係好嘅，但係太急嘅升值會影響國家嘅出口，甚至引來通脹嘅問題。第二，與逆差國嘅摩擦帶來反傾銷，貨幣被逼升值嘅問題。貿易順差必定惹來公憤，畢竟國家喺度賺錢，而對方就年年俾錢，反傾銷行動應運而生。2009年。歐元區對各國都不斷錄得貿易逆差，尤其係對中國。歐元區對中國推行一系列嘅反傾銷行動，其中就係對中國出口嘅螺絲徵收大額嘅反傾銷稅。冇咗中國嘅供應，歐盟區入邊嘅螺絲，包括其他貿易商品嘅需求，自然更加多尋找翻歐盟區自己嘅供應啦。歐元區嘅貿易逆差得以舒緩。中國方面，國內螺絲出口商當然負擔唔起重稅啦。中國螺絲出口大幅倒退71%，一系列其他嘅反傾銷行動，加上其他逆差國例如美國嘅加入，中國貿易順差一直萎縮至今。第三，太過依賴出口，太大嘅貿易順差會令到國家太過依賴出口。當國家嘅 GDP 大部分都依賴出口嘅時候，就代表國家將命運交俾另一個國家手上，咁永遠係冇保證㗎。而經濟下滑嘅時候，國家推出嘅政策亦都唔能夠到位。30年前日本就係鐵一般嘅事實。其實1820年嘅英國亦都成功將貿易逆差轉為順差。當時英國為咗擺脫貿易逆差，喺殖民地嘅印度裝運鴉片嚟到中國，結果鴉片大量輸入中國。歷史大家都明㗎啦，
最終中國花錢大量買入鴉片，賺錢嘅便在英國。所謂日光之下無新事，歷史都只係重複。國與國最終都係講求邊個賺邊個錢，呢個係經濟101。明白國與國嘅貿易關係先至係投資嘅硬道理。